男性一天最多能吸多少支烟？世卫组织若控制在这个数还算可以。李强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悄悄地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却没注意到他的同事张华走了过来。张华皱着眉头说：李强，你真的应该考虑戒烟了。你知道世卫组织推荐的每日吸烟量吗？男性最多5支，但即便这样，健康风险仍然很高。李强抿了抿嘴回应道：我知道，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但你知道的，戒烟比想象中难多了。张华建议道：你尝试过逐渐减少吸烟量吗？或者用一些替代品，比如尼古丁口香糖？李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也许我应该再试试。毕竟谁不想活得更健康一些呢？李强的戒烟之路。李强的吸烟习惯起始于他的大学时代，那时他觉得抽烟是一种社交活动，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融入集体。他的第一支烟是在大学1年级的一个晚上，朋友们围坐在宿舍外的长椅上，天空中闪烁着星星，空气中混杂着青春的气息和烟草的味道。从那以后，抽烟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李强从一个偶尔抽烟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每天必须抽上1包烟的职场人。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日，还是在闲适的周末，无论是在吃饭前，还是在重要会议后，烟似乎都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伴侣。吸烟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2018年的冬天，李强的生活出现了转折。一天深夜，他在加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胸部剧烈的疼痛和呼吸困难。他驱车前往附近的急诊室，护士迅速将他送入观察室进行检查。在等待检查结果的过程中，他的痛苦难以言表，恐惧和焦虑充斥着他的心头。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警告，早期肺气肿。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如果不立即戒烟，他的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李强记得医生的话：李先生，您的肺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您必须戒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那之后，李强开始了他的戒烟旅程。刚开始，他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贴尼古丁贴片和嚼尼古丁口香糖，但戒断反应让他痛苦不堪。他常常在夜晚辗转反侧，烟瘾让他难以入睡。在办公室看到同事们抽烟，他总是需要极大的意志力来克制自己。他参加了一个戒烟支持小组，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与他有着相同困扰的人，他们分享彼此的经历，相互鼓励，共同面对戒烟的挑战。小组的一个成员建议他尝试跑步，作为一种替代抽烟的方法来减轻压力。李强开始了他的跑步生涯。最初，即使是短距离的跑步也让他感到呼吸困难，但他没有放弃。逐渐的，他发现跑步不仅改善了他的体能，也帮助他减轻了对烟草的渴望。他的身体开始恢复，他的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他甚至开始尝试长跑，以增强他的呼吸和放松他的心情。1年后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当李强在公园里慢跑时，他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他停下脚步，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激。李强意识到，他终于戒掉了烟，他的生活质量也因此大大提高。他决定从此以后，他将致力于维持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鼓励其他人走上戒烟的道路。通过坚持不懈和社区的支持，李强成功戒掉了烟瘾。他的故事激励了他的家人和朋友。李强的经历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也为周围的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世卫组织的建议，每日吸烟量控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研究报告，吸烟是全球主要的健康威胁之一，特别是对男性的健康影响尤为显著。该组织提出了针对吸烟的具体建议，强调即使无法立即完全戒烟，控制每日吸烟数量也是必要的步骤。世卫组织建议男性每天的吸烟量不应超过5支，女性则不应超过3支。这一建议基于对全球数百万吸烟者的健康数据分析，考虑到吸烟对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和肿瘤风险的增加。研究显示，即使是这样的吸烟量，也与健康风险有关，但相对于更高频率的吸烟，这一水平能够显著减少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在一次健康研讨会上，张医生分享了这一标准的重要性。虽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全面戒烟，
但现实情况是，许多人很难一步到位。通过减少每日吸烟量，我们可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实际可行的中间步骤，帮助他们逐步迈向无烟生活。张医生还指出，控制吸烟量不仅有助于减轻对肺部的损害，也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他在会议中展示了一系列数据图表，显示在吸烟量降低后，患者心脏病和肺癌的风险如何逐步降低。这些数据强调了减少吸烟量对健康恢复的积极影响。此外，世卫组织还强调，控制吸烟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吸烟者具备坚定的决心和持续的努力。在不同的健康宣教活动中，该组织推广了各种戒烟工具和方法，如尼古丁替代疗法和行为疗法，以支持吸烟者逐渐减少烟草使用。在一次社会宣传活动中，一个名叫赵先生的前吸烟者分享了他的经历。在知道每天吸5支烟会带来的健康风险后，我开始尝试减少烟量。虽然过程非常困难，但通过坚持使用尼古丁贴片和参加支持小组，我最终成功将日吸烟量减少到5支以下。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教育活动提醒大家，即使完全戒烟可能需要时间，通过实现和维持较低的吸烟量，也能显著改善健康状况。这种逐步的方法为那些难以立刻完全戒烟的人提供了一个实际可行的选择，是向无烟生活迈进的重要一步。了解其危害及戒烟的必要性。吸烟所带来的健康危害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深远且广泛，涉及多个体系和器官。首先，吸烟是肺部疾病的主要原因。尼古丁和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害肺部组织，导致肺功能减退。常见的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肺炎及最致命的肺癌。吸烟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同样严重。吸烟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加速，动脉壁上的病变促使血管狭窄，进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烟草中的一氧化碳会降低血液中的氧气含量，迫使心脏承受更大压力，以维持身体的氧气供应。消化系统也会因吸烟受损。烟草的刺激会降低食管括约肌的功能，导致胃酸反流，增加了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几率。更严重的是，吸烟增加了口腔癌、食道癌和胃癌的风险。神经系统通过多种方式受到烟草的负面影响。尼古丁的刺激性作用虽然可以短暂提高注意力和警觉性，但长期吸烟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下降，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和反应速度变慢。戒烟的必要性在于所有这些风险可以通过戒除烟草而得到显著降低。已有研究证实，戒烟后心血管系统的健康风险在短短几年内显著下降，肺功能可以逐渐恢复到非吸烟者的水平。对于那些曾经是重度吸烟者的人来说，戒烟后患肺癌的风险几年内可以降低到与非吸烟者几乎相同的水平。因此，从医学角度讲，戒烟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健康风险的必要步骤。尽管戒烟并不容易，过程中也可能充满挑战，但其长远的健康益处远远超过短期的不适。多种戒烟支持方法，包括药物治疗、行为疗法及社会支持系统，都证明了有效帮助吸烟者戒烟，进而恢复和维护健康的可能性。结语：通过李强的故事和深入的医学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吸烟带来了多方面的健康风险，但戒烟仍然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健康益处。李强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意志力的胜利，也是社会支持和医疗干预效果的体现。最终，我们发现戒烟并非不可能，通过正确的支持和策略，每个人都有可能摆脱烟草的束缚。无论是通过医学干预，还是通过社会和心理支持，每一个尝试戒烟的人都值得得到帮助和认可。记住，戒烟的路虽然充满挑战，但终点处有着无比的健康与幸福。